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来草屯双东，准备来爬一座山形蛮奇特的一座山，叫做墓碑山。这座墓碑山标高330公尺，没有立基石。以前设有登山步道，可是现在已经荒废许久了。多年前我曾来登顶，可是那时候路径就不好走了。现在已经时隔多年，路径一定更不好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访，也是带了全副武装，我还带了一把刀。所以等一下就跟着我的脚步，一起前往墓碑山走走吧。同12线2.9K 处是往墓碑山的入口。我们车子可以开到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停车场，车子开到这里应该是没问题。在左侧我们可以看到国道6号及99峰的美景。我们接着往右侧看，这一片很高耸的山丘、山林哦，这个就是墓碑山。从我们刚才停车处这里往后走，往后退，在这个转弯处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像挡土墙，从这里上去，沿着溪过去，就这里就是登山口。走过来可以看到一个南投领管处的公告了，这个是租林地的公告，由这里过去。走上来之后会来到，我们再顺着这条好像不太明显的路径续行。现在这个路径跟我多年前来的路况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条路径好像是新的路径。走过来后会看到一处竹丛啊，还是竹林，就穿越过去。我们接到以前的废弃步道了，这里有一个小心落石的警告牌示。之后再顺着这条很不明显的路径前往，路径很差。又来到一处注意落石的警告牌子。现在路况真的是很不好。现在已经来到比较干净一点的溪谷了，前方有一座蓝沙坝。我们再顺着溪谷这条路上去。这条干溪沟感觉蛮干净的，往后看也是蛮干净的。我看我下山的时候试着走干沟试看看。走到这里有一个蓝沙坝，这里有一个缝隙啊，被水冲开的缝隙。我们再顺着这条干沟续行。走到这里有倒木啊，应该右边这里可以绕开。绕开刚才那处干沟倒木群之后，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接回原来的干沟。我们在左下。虽然多年前我曾来过墓碑山，可是它现在的路径已跟我以前到访的状况完全不同了。我印象中就是要顺着这条溪谷慢慢上溯上去，之后会看到一个转林的地方，就上切上去。经过多年之后，还有风灾的影响，它原有的路径都已经消失了。所以来访的时候请小心。
我们已经来到它的峡谷的位置了。来到这个位置之后，路径就比较干净好走一些了。我们看到右侧这里是，应该就从地址的角度来讲，这里是头科山层的石砾堆积层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个蛮漂亮的幽谷。现在来到一处溪谷的汇流口，这里有2条路。我印象中要往左边这个溪谷走。我感觉好像快要到它的溪谷左上切处了。我印象中，左侧这边的山壁那里有一条路径，可以前往墓碑山。它是以前修筑的步道，我不晓得它有没有崩掉，所以现在还是沿着这条干溪沟去行。我们从溪谷走上来之后，要注意左上切点，要注意这根倒木，之后慢慢的切过来，会来到一处崩塌处啊。这里有一条路径，就是旧步道，要从这里上去，可以接到旧步道。要横渡这个位置，请小心。走过来就是旧步道了，这里有铁链，可是它这个旧步道已经年久失修了，行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走。它的木板已经腐朽了，行走的时候小心，尽量靠右侧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旧步道已经都现出来了，可是已经年久失修的相当厉害。我们行走的时候记得要小心。我们再顺着这条步道前进，这样找路比较简单。走的时候我们尽量走它的旁边，或是它有比较支撑的位置。以前这条步道可能财损人还有进来使用，那时候路径虽然不好，可是还能走。经过这几年的风灾又没有维护，整个步道就还给大自然了。在这顶帽子的这里啊，可以看到一个水泥柱。这个水泥柱之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过，它没有写编号，只是单纯的水泥柱，也可以称为墓碑山啊，有可能是墓碑山的基点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水泥柱。来到这个水泥柱之后，整个步道已经被倒木所掩盖了。我们要往左侧这个方向下切绕过去，再接回林线。现在我们行走的这一段路径还算美好，可是走这里还是记得要小心啊。
来到这些竹林区，应该差不多快要到山顶了。因为旧步道荒废的很严重，我之后就直接抓方向指得过去，走这些竹林路还比走步道好走。那些步道荒废的很严重，很难走，我怕它整个崩下去啊。走这个竹林好像还有路径，还干净一些。我们现在好像快到山顶了。现在我们走到它以前的旧凉亭这里了。哦，这个旧栈道真的是不好走。行走的时候，我是不太建议走旧栈道。这里就是以前的，应该说山顶了啦。这里就是它的旧山顶。这个平台我不建议上来，它上来有点危险。我们在旁边看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它的旧平台，因为它山顶，我印象中是没有三角点的。来到这个平台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指标啊。墓碑山登山步道，这里就当做它登顶的证明了。我们已经登顶了墓碑山，它这里山顶是个竹林，没什么展望。现在的路径很不好走，我建议如果想要来的人要做好功课，做好准备，因为它这里的路径已经完全不见了。登山步道已经毁得差不多了，而且有些路段相当的腐朽，木栈道腐朽，不太建议没有经验的人来走。这是山顶的废弃木栈道，修筑这种木栈道的坏处就是很容易腐坏、腐朽。腐朽之后，整个步道会相当的危险。这里是以前的凉亭。我们离开刚才那一处有标示墓碑山登山步道那个位置，再往右边的方向续行啊。我看有一个台湾通用地图，它标的山头是在另外一边，我去走看看能不能走到。这里的路径也不是说很好走，它的步道已经完全不可以使用了，我就要绕这些竹林慢慢绕过去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位置，就是它标示的另一处墓碑山的山峰，可是这里已经被倒竹了，整个埋住了，想要前进相当的困难。整片都是竹林，相当的阿扎，以前的旧步道已经完全看不到了。我们来到它另外一处标示的位置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原路走回去啊。它这里的路径不是很好走啊，相当的难走啊，还是要从那个凉亭那边走我们的原来路径回去。你看这段竹林是多么难搞，要慢慢钻过来。现在我走回到了原来的我上切的入口位置，再往前一点就是墓碑山那个指示牌的位置啊。我们因为要原路下山，就往这边的方向下去。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倒木，那边有垃圾瓶子啊。这里指标不明，因为我没有绑路条。所以只能，如果想要来的话，照着我的航迹走吧。这里基本上没什么路径可言啊，就抓方向一直走下去，很难走啊。现在我们在走原路下山，这里的路径非常的不明显。我是建议，如果想要来的人，可以带路条来绑一下，
回程的时候比较好找路下山，要不然这里的路径真的是哪里都有路的感觉啊。我们回到了废弃步道这里了，我是不太建议走废弃步道，因为它旁边有些有竹林的小径，我认为走旁边的路径还比较安全一些。走步道的旁边啊，我们快要回到刚才上切上来的铁链处了，等一下就会下到溪谷了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回到了铁链处这里了。这里下去的时候请小心一些，这里路径相当的不好，尽量靠着山壁这个方向行走，因为它下方的木栈道已经腐朽的相当的厉害了，尽量不要把身体的力量集中在木栈道上。我们已经回到了溪谷上切处这里了，之后我们再顺着溪谷原路下山即可。下来的时候请小心，这里它这个上切点是个泥土，还蛮滑的。这样子我们就走过来了，之后再顺着溪谷下去。我过来的时候有砍路，所以路径应该相当的明显了。大部分就顺着这个走下去就对了。之后我们就顺着这条溪谷原路走回墓碑山登山步道。现在的路径是相当的不好，想要来的时候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这条路径已经荒废的相当的厉害了，行走的时候请小心。若不论登山路径如何，它这处峡谷相当的幽静自然。我们已经回到蓝沙坝的缺口这里了。我们回程的时候不走原来的路径，我走溪谷下去，看看走溪谷会不会比较好走一些。照理说溪谷的路径会干净，因为它原来的旧步道已经植被相当的旺，不好走了。好，那我就直接走下去了。顺溪谷下来后会遇到一个算是地形吧，它就是蓝沙坝的上面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想办法切回去，往右切回去。我们接回了原来刚上来的那处蓝沙坝的位置了，就是这里。如果我是建议啊，要走的话，右切过去接蓝沙坝，再顺干溪沟上去比较好走，不要走这个旧路，旧路非常难走，还要砍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原路下山了，快抵达登山口了，就慢慢的走下去吧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回到了登山口这里了。今天的墓碑山探险还蛮顺利的，算很顺利的啦。哦，它登山口在这里，就算是新的登山口吗？它以前怎么样我已经忘记了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再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谢谢大家。